事发总有个原因，干话总要人来听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上次有观众跟我反映说我讲话速度有点快，原因是因为上次的文案字数有点多，怕影片时间太长。那么今天会稍微调整一下语速，稍微讲得慢一点。好的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小小书生》第2季那些人去哪了。第2季比起第1季来说，厨艺平均了不少，不会发生像第1季的 Alex 技压全场的情况。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出点小包，但并不代表不好看。这种亲民反而会让观众更有代入感，不会像第1季一样让观众觉得自己很没用。另外，一如小小厨神的惯例，依旧有爱及友善，也有许多可爱又有特色的小朋友。那么今天就让 Simon 带大家来看看有哪些有趣的孩子，以及他们现在长什么样子吧。好的，第一位乌娜，本季萝莉担当以及表情包来源，双马尾又萝莉，生怕下一秒掏出火箭筒。因为某些角度很像 Low 的吉因科斯，可爱到 Golden 想撮合他跟自己的儿子，结果被乌娜无情拒绝。你不喜欢 Golden 的儿子就算了，但好歹岳父是 Golden 耶。乌娜前期给我的感觉非常的好，一开始就很有冠军相，第1集就做难度颇高的鸡肝发棍，被评审们疯狂夸奖，问说有没有信心成为首位女性冠军。尽管开心，但却谦虚的说自己会努力看看。其实这是非常难得的，别说小孩子了，就算在成人版，大人被这几个世界名厨称赞，就算没蹦蹦跳跳回家炒几个拿手小菜，倒上一杯散装白酒，爽个3-5天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更何况是单纯的小孩子。今天说明比赛输给了其他人，尽管只是游戏，但还是紧张的跟 Golden 道歉。虽然到糖浆的时候也是没在手软的，就是了。可爱活泼有实力又不自大，前期圈粉无数，只可惜抗压性非常不高。特别是第3集牧羊人派一战失利以后，第4集的死亡扇贝表现也不好，第5集的团队赛更是蓝队唯一拖油瓶。其实我真的看得非常担心，因为后期几乎看不到乌娜的笑容。虽然小小厨神的目的是孩子的心灵成长，评审们虽然也比较温柔，但我觉得乌娜是那种很贴心的小孩，不喜欢给别人添麻烦，因此只要自己做的事情就会无限的放大严重性，就连最后被淘汰的时候都可以看出乌娜有刻意让自己别这么崩溃，看得我很是心疼。而且当时我真的是担心小小厨神比赛会成为乌娜的人生阴影，还好 Final 比赛回来观战时又恢复了以往的可爱及活泼，让我松了一口气。至于可爱又活泼的小乌娜现在在干些什么呢？现年15岁的乌娜是一名演员，作品有沉睡谷第4季饰演 Diana 的女儿，以及电影 Before You Know It。以上2部我都没有看过。看 IG 的照片，有点肉肉的包子脸，相当的可爱。由于是亚洲混血的关系，还多了一点神秘的气息。好的，下一位 Sean， 本季隐藏冠军。要不是小小厨神每次都用双淘汰的关系，不然 Sean 的实力绝对问鼎冠军。非常的可惜，前期连续3次拿到神秘箱最优，下次再开胡的话就是庄家连3拉3，至少7台，表现非常的好，而且从来不跟人家大小声。团队赛也是默默埋头苦干，没半句怨言，属于 Simon 频道的阿轩型角色。每次被评审们称赞，也是露出那1号的傻笑，看起来憨憨的，非常可爱。偶尔会说出一些童言童语的傻话，甚至觉得 Golden 的声音很适合当闹钟。孩子，如果你把 Hello Kitty 模式的 Golden 弄成闹钟，我相信你连睡都不敢睡。虽然凶的镜头是真的不多，但也就因为他很肯做，而且很有实力，感觉就是第7季的 Terry 大叔，低调有实力又不拉仇恨值，感觉非常的亲切，观众会被默默的圈粉。相信不少观众看到凶被淘汰都替他感到惋惜。至于这位勤劳的小弟现在长什么样子呢？哇，他现在已经彻底变成一个潮男了，感觉相当的有钱啊！不戴眼镜我真的认不出来是同一个人，但怎么感觉有点像陈大天？好的，下一位 Abby， 本季我最喜欢的孩子，也是本季的激动代表。你看看旁边同学的表情，活泼可爱好动，而且非常的乐观，思考模式天马行空，但却能做出一道又一道大人们想都想不到的料理组合。而 Abby 也完全不在乎比赛的输赢，他只在乎大家开不开心。比起赢得比赛，你会觉得 Abby 更在乎其他人的内心世界，希望大家都开心，没有压力的享受比赛过程，输赢只是个结果，大家开心最重要了。因此，只要有人翻船 ，Abby 每次都是3步并2步冲上前安慰你，甚至可以看到评审们欣慰的眼神，因为 Abby 在做评审们要做的事情，给予选手鼓励以及支持，就是因为是个8岁女孩，才显得 Abby 的大爱有多可贵。更说出了名言：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另外一个让我特别喜欢 Abby 的原因是，她非常的乐观，不管遇到的是只能拿2样食材还是100样食材 ，Abby 都是笑笑面对，仿佛在她眼里这些都不是问题。这不过就是游戏的一部分而已，不过就只是让比赛变有趣的方法，从来不会觉得被针对。你可以说 Abby 还小天真没心机，但不得不说，
这种态度就算是拿到成人版也是非常正确的。与其埋怨别人针对自己，与其抱怨游戏规则，不如乐观的把它当成一种乐趣跟挑战，勇敢面对，说不定会发现意想不到的趣味。除此之外，还非常有爱心，喜欢小动物。本季的第一集食材库里头全部都是活鸡，其他孩子怕的要死，只有 Abby 超开心抓了一只鸡在撒娇，那画面真的是太疗愈了。梦想是开间有兽医服务的餐厅，是兽医医不好就直接进餐厅了吗？这一条龙服务想得蛮周到的总之 Abby 的可爱跟善良，我真的希望观众们自己去看。我讲的再精彩，真的都只是皮毛。我的笔记里面全部都是 Abby 好可爱 ，Abby 好善良 ，Abby 好温柔。不过回头看，超像跟踪狂的行事历。其实我觉得 Abby 的家庭教育应该是非常成功。Abby 从2岁就开始做菜，有多少家长是不准小朋友开火的？虽然避免了不少危险，但也少了许多让孩子们探索的机会。我觉得 Abby 的家长给他的教育应该是：你这个年纪就尽情的玩，出了什么事，爸妈会罩着你，你只要负责开心，做你想做的事情就好。探险就是探索加冒险，这两者肯定是并存的。但如果为了那1%的冒险，错失了那99%的探险，那对孩子来说岂不是太可惜了？不过回头看看我3岁的侄子在干嘛。好啦，也是可爱啦，请到 FB 追踪东一爱吃排骨饭，谢谢。那么这个善良的眼镜小妹现在在做些什么呢？隔年有上一个名为 Rachel 的美食节目，不过整体资讯不多，我也没有找到 IG， 但有找到一张 Abby 采访时的照片，看起来非常成熟稳重，有国小老师的感觉。下一位 Samuel 本届亚军，有些人说他长得像胖虎，有些人说他长得像他前男友，有些人说他长得像国小班上的小霸王。我知道你一定想说像绿豆糕，但我没看过雅亮啊，好像棋盘似的。但我看到比较像鸟屎扮裴勇俊的样子，对不起啦，我是真的觉得很像。因为其实我没有特别喜欢他，甚至有点负分，原因是他有点自信过头了，但做出来的菜又没有跟他的自信搭上线，导致给人的感觉有点自负说大话，而且讲话又特别成熟，会出现什么 IPO 啊或者股票之类的专有名词。不是说这样不行，但是大家来看小小出生，一部分是来看他们卖萌的。突然跑出一个讲话这么老练的选手，会让观众感到有点不习惯，加上12岁说这种话，难免会让人感到有点中二感。另外他有点好胜，当然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对于胜负会有计较是可以理解，但由于本季有2个 Abby 跟 Logan 这2个不计较胜负、单纯来玩的小天使在 ，Samuel 的表现就给人一种心机感。我是觉得不能怪 Samuel， 毕竟小小出生每个人来参赛的理由不太一样，所以 Samuel 有非赢不可的理由啊。整体来说我没有特别喜欢他，但后期有稍微让我改观，看到他会帮其他选手扛东西，或是团体赛时很耐心的跟大家沟通，或者Una拼命出高的时候也没生气，虽然还是看得出来他很想赢，但没有因此而败人品。这样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，还是有机会发光发热的。IG 上面有很多美食照，看来厨艺有不断的进步，跟以前长得真的差不多，还有很多张跟其他选手出去玩的照片。最后一位 Logan 本季冠军，腼腆的可爱小帅，本季 Super 人气王，同样是套装加蝴蝶结，怎么人气跟 Nathan 差那么多啊？一开始就把苹果汁灌进猪排里面，让我印象深刻。因为孩子你知道吗？这在台湾叫灌水肉啊。我对 Logan 的第一印象是很有创意，但创意这种东西如果厨艺不好的话是非常难驾驭的，因为创意跟瞎鸡巴搞永远只有一线之隔。虽然想再把 Terry 拿出来嘴一下，不过算了。好在 Logan 的创意发挥还在自己能掌握的地步。第3集的2人3角杯子蛋糕更是跟 Sean 做出了一盒跟其他人有2个标准差的优秀蛋糕，而且你看它拉糖，虽然吃起来应该很不方便，但至少非常的漂亮。而且 Logan 也不独吞功劳，只说这是我们2个完美的合作才有今天的成绩。然而 Logan 的夺冠之路并不顺利 ，Logan 喜欢各种不同的料理方式，特别是分子料理。有看过10起之灵的人都知道，分子料理不但很难掌握，还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料理方式，因为会让吃的人爆衣。第4集 Logan 就因此玩上火，被 Golden 说你不能总是觉得名列前茅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要认真对待每场比赛，弄得 Logan 流下了男儿泪。虽然这段看起来很像是 Golden 在教训 Logan， 而且这种情况在小小厨神并不常见，但我觉得 Golden 是因为对 Logan 有更高的期望，才端出更高的标准，不然就随便讲个几句调味很赞哦，糊弄过去就好，干嘛特地找个人气角色开刀？第5集的团队赛也因为表现不好被 Golden 找去约谈，当时我觉得 Logan 应该是被淘汰吧，毕竟连续2次打击，蛮多小孩应该都受不了了。怎料后来 Logan 的表现不降反升，还找回了一开始做菜时的喜悦表情。这2次的挫折不但没有打败 Logan， 反倒是成为了成长的养分。挫折中成长，困难中学习。比起第1季 Alex 的无压力碾压，我更喜欢 Logan 的韧性。这份韧性源自于他对料理的热情与喜爱，而这样的冲劲让他一路闯进了总决赛。本场总决赛让我印象深刻。Logan 用烟熏蛋黄酱使其味更丰富 ，Samuel 用冷冻氮气冰冻莓果增添口感，一个冰
冰一个火，这尼玛是神拳刀工对决吧？而 Logan 在总决赛端出来的主菜更是让不少人跌破眼镜。虽然 Logan 一直以来做菜都蛮狂的，但我真没想到 Logan 会端出一整条盐烤鲈鱼啊！看看那条鱼生无可恋的样子，应该是有史以来最丑的一道主菜吧。但我觉得这就是小小厨菜好看的地方，你总是可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意想不到的创意。而这样大胆的尝试也让 Logan 收获了成绩，获得第2季的冠军，是许多人心中的小男生。至于这位小男生现在在做些什么呢？2016年被《时代》杂志列入全球最有影响力的30位青少年之一。2017年 Logan 的食谱赢得了美国最佳新食谱的殊荣，还曾经进入过白宫帮奥巴马夫妇下厨，现在也变得相当的可爱及帅气，笑容依旧很腼腆，但多了一份忧郁的气息，完全没走中，各位姨妈们可以不用担心。但是 Logan 的部分还没结束，我在看这季的时候，很多弹幕都说 Samuel 拉拢其他选手孤立 Logan， 据说是 Logan 在赛后访问说的。针对这件事情，我特别请阿轩去找有没有这影片或相关的讯息，在 YouTube 社群也有向观众发问，结果我们是真的找不到。虽然有很多种推测，像是明明 Logan 比 Una 强，但团赛 Samuel 还是选了 Una， 或是在总决赛时评审吃 Logan 菜时 Samuel 一直翻白眼啊，其他选手都是在帮 Samuel 加油，没人愿意帮 Logan 加油啊，比赛输了以后一脸心不甘情不愿的样子啊。赛后 Samuel 的 IG 有跟其他选手合照，但 Logan 却完全没有啊。虽然这些都是线索，但我觉得以上的情况都可以说是 Samuel 不甘心而已，还是没有直接证明说 Samuel 有群体孤立 Logan 的情况。虽然看 Logan 腼腆的个性可能是真的不太擅长社交，是有可能会发生的，但没有事实证明，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，只是想跟大家稍微提一下，顺便看看有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情。总之最后 Logan 拿了冠军，我觉得很多事情也就不用太计较了。好的，接下来补充几位角色。 Adele 一个画面超少但却第3的女孩，推广素食甜点跟以前长得差不多。下一位烟酒嗓 Josh 把头发剪短以后更显清秀气质，并在一间名为 Momo Long Play 的餐厅工作，持续精进厨艺。下一位 Natalie 现在是名外拍 model， 我就不说什么了后，反正福利时间你们自己看着办。好了啦，够了，老样子来说说我的心得吧。其实自信的建立在于跨越一道道难关之后，对于自我的信心会慢慢的浮现。但似乎不是每个小孩都可以坚强的面对考验之后的失败。团队赛后，Una 说了一句话让我非常的伤心。他说他决定以后不开餐厅，虽然提早认识到开餐厅是有难度的，不是像想象中这么好玩，但就这么扼杀掉一个小小的梦想，是觉得有点可惜。另外，本季有一些有点残念的点，是说你都知道制作单位的用意，但就是差了一咪咪。本季第1集，小小厨师看到了满屋子的鸡，纷纷担心是不是要杀鸡。我心想，这肯定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生命诚可贵，要珍惜食物。结果他们就是把鸡给放回去，也没干什么特别的事，你就会觉得差那么一点点。第5集团队赛，胖胖教 Logan 要用禅意去煎食物，鱼子是很倒霉，现在被你煎，所以你必须把它弄得很好吃。虽然听起来很像是我会说的这不是问题，但的确不好解决一样的屁话。但不难听出来，这2句话都有说的人想传达的意义。胖胖想告诉 Logan 的是要对食材有感恩的心，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不要浪费。但是胖胖，你说这样真的有人听得懂吗？整体来说，第2季还是好看的，但有些地方就是有点可惜，有点隔靴搔痒。但本季有个画面真是完全戳中我的笑点，本季的第2集就被淋了一身的糖浆，但为什么我觉得好像看到把汤匙放在水龙头下的画面啊？旧的光头原来是个天然的保护网啊！我真的快笑死了，我真的得暂停好好笑完才能继续去看，光是冲着这一集就值得你去看了。好的，总之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是 Simon，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拜拜。